江爷爷这是给姨姨们拴在同一根绳上了。江爷爷把自己偷偷给窝头塞进小苹果里面的全部过程都公开给了姨姨们。此时姨姨们只要不跟辉宝说，这便都是和江爷爷在一根绳上的蚂蚱，这样辉宝记恨的时候就不能只记恨江爷爷一个人了。江爷爷制作好窝头药丸，直接拿去给辉宝。辉宝一边咀嚼嘴里的小苹果，一边打沫子，吃着吃着，最后全吐了出来。当江爷爷递上第二个时，辉宝都想吐了。第一次见辉宝对小苹果失去欲望，窝头对辉宝来说简直太可怕了。江爷爷看辉宝这个样子，也满是心疼。之后，江爷爷给辉宝递来了胡萝卜，让辉宝亲亲口。一旁的瑞宝看辉宝慢吞吞不吃的样子，伸出手表示不吃可以给我可以帮你吃。姐妹俩一顿整活，终于下班了。下班后，姐妹俩又开始争抢，让爷爷按摩。开始时，瑞宝正享受着爷爷的按摩，突然一个熊屁股从天而降，将瑞宝挤到了一旁。辉宝这小心思一点也不遮掩，给妹妹挤开后，让爷爷赶紧给自己按摩。但瑞宝也不是吃素的，瑞宝直接踩着辉宝身子爬了上去，给辉宝坐在了自己的屁股下面。姐妹俩谁也不让谁。今天奶爸不给爱宝按时开门下班，爱宝本来就烦，辉宝还要在妈妈气头上反复试探。开始辉宝连拍爱宝好几巴掌，爱宝也没有理会辉宝，爱宝只是等待通道门的打开。辉宝则以为妈妈一直都不会打自己，依旧不断的在爱宝身边打滚，同时还要压在男主角身上。爱宝最看不惯自己的园区的小花小草被欺负了，就给辉宝一巴掌。辉宝被妈妈的这一巴掌打懵了，直接被打的愣在了原地一动不动，有点怀疑熊生了。辉宝缓了好一会儿，跑去妈妈身边去问个究竟，张嘴之前伸手给妈妈2巴掌。此时辉宝觉得也没必要再问究竟了，毕竟自己已经还下来了。而瑞宝这里看着小脑袋，看着妈妈和妹妹整活儿，心想这母女俩又咋了。辉宝给了妈妈2巴掌，转头就钻小床下面。爱宝在上面有点够不着辉宝，辉宝在下面一边躲一边偷笑。看到妈妈离开后，辉宝扶着小亭子站起身，让妈妈继续来找自己。不过此时爱宝已经和瑞宝玩上了，辉宝等了半天没看到妈妈过来，辉宝又爬上了小亭子看妈妈在干嘛。当看到妈妈在跟姐姐玩时，辉宝吃错了，一下扑在了妈妈身上。上一秒还觉得妈妈不好的辉宝，下一秒又和姐姐争宠起来了。不过爱宝的母爱很快就消失了。通道门一打开，爱宝毫不犹豫地起身下床，快走2步回家，动作一气呵成。辉宝这里则是直接跟着妈妈跑了回去，瑞宝则是往树上爬去，但爬到一半发现自己被丢下了。瑞宝有些尴尬，瑞宝尴尬地从树上下来，甚至尴尬到路都不会走了，直接从小亭子上摔了下来。老宋头和姨姨们辨认姐妹俩的方法是一样的，一旦瑞宝或者辉宝将头藏起来，同时也看不到尾巴时，老宋头也不敢轻易去确认。宋3岁无法辨认出此时躺在小床上的是谁，只能称其为小家伙。老宋头夸赞爱宝最近的状态很好，无论是吃竹子还是产的青团都很健康。碧绿色的青团是老宋头的最爱。此时老宋头也很想知道小床上的到底是谁。而一旁的瑞宝此时醒了，这睡觉姿势有点可爱的过分了。姐妹俩起床出门营业，老宋头给姐妹俩带来了胡萝卜。辉宝的胡萝卜不小心掉了，老宋头表示食物掉在地上3秒后需要清洗一下再吃。3초가 지났네. 물에다 씻어줘야겠다. 기다려. 等老宋头给胡萝卜洗好交给辉宝后，结果被手疾眼快的瑞宝给抢了过去。瑞宝反应迅速，根本不给宋3岁再次抢过去的机会，一口就全吞了。辉宝过去看时，瑞宝还踢了辉宝一脚。姐妹俩这副饿死鬼活来抢食物的样子，让宋3岁没敢在小亭子上给爱宝放窝头，想着肯定会被姐妹俩偷吃掉，于是便在半路拦住了爱宝，将窝头递给了爱宝。爱宝夸宋3岁干得漂亮，不过很快辉宝便发现了妈妈的异常行为。辉宝偷偷过来想抢一口吃，爱宝耳朵一动就知道是辉宝过来了，立马阻挡辉宝，让辉宝走开。而宋3岁这里防止辉宝溜进来，辉宝咱可以慢点吃，一口是吃不成胖子的。辉宝这是眼看自己的体重马上就要被妹妹追上了，辉宝今天拼命的吃竹子。最近瑞宝对着辉宝的体重是步步紧逼，这让辉宝感觉自己园区灰大王的地位有些不保了。趁着姐姐睡觉的功夫，
自己要猛吃几口领先姐姐才行。辉宝这小心思都不藏了，全写脸上了。而且最近辉宝的反骨越加明显，看似最近一直动手的都是瑞宝，但是仔细去看会发现事情的开头都是因为辉宝故意挑事儿。原本瑞宝跟在妈妈后面走得好好的，辉宝这里却在后面咬了瑞宝一下，吓了瑞宝一跳。瑞宝临阵起手，直接对着辉宝就来了一巴掌。而毫不知情的瑞宝正在树上舔手手，而且睡得很香，甚至香的有点太不像话了。而爱宝此时正坐在小木床上吃竹子，不过下一秒爱宝就又不拘小节了，立马抬起屁股对着窗外正看入神的姨姨们铲起了青团。爱宝铲完青团后还挺爱干净的。爱宝离开小木床，走去了没有青团的小亭子上。爱宝来到小亭子上后，又吃了会儿竹子，然后在不知不觉中就睡着了。爱宝这一睡就睡过头了，还是宋爷爷拿小苹果过来给爱宝唤醒了。2块清甜可口的小苹果给爱宝从睡梦中拉了回来。吃完小苹果后的爱宝也意识到自己该下班回家了。爱宝迈着小碎步走下小亭子，乖乖走回了社内。珠宝园区的通道门口正缓缓打开，不过今天先走出来的是爱宝。今天是爱宝生2胎之后的第一次正式营业。除此之外，与之不同的是，今天还是瑞宝和辉宝的第一次营业。不过爱宝离开门口好久了，瑞宝和辉宝都没有走出来，应该是有点害怕了。而江爷爷则开始在后面进行帮忙，直接将俩姐妹抱了出来，然后堵住通道门口，防止姐妹俩再偷偷跑回去。姐妹俩胆小的抱着爷爷大腿不想松开，而爷爷离开时，姐妹俩始终都没敢走远，只是在通道门口处玩耍，啃啃石墙，感觉味道不好，然后又听听门里有没有声音，像是要回家。爷爷见状只好将姐妹抱到中间，让其今天在园区放开了玩耍。之后姐妹俩开始慢慢适应，闻闻泥土的气息，爬爬爷爷的独木桥，仔细观察着园区的角角落落。而爱宝这里则开始了自己的度假时间，坐在小木床上享受着美味的竹子，因为爱宝知道奶爸会帮自己看好瑞宝和辉宝的。不过爱宝也没有一直偷懒哦，当爱宝吃饱后也有在陪瑞宝和辉宝玩耍。不过此时瑞宝的体型和爱宝比起来确实悬殊，瑞宝的整个身子还没有爱宝的大腿粗。瑞宝用尽全力的想要爬上去，但无奈腿实在是太短，根本上不去。不过最后收熊的工作爱宝还是交给了奶爸，自己先下班回家了。独木桥上滑下来，一脸尴尬，心想刚才应该没有人看到吧。辉宝闪烁的小眼睛从小就这般会说话，从小眼神中就透露着大聪明的劲头。小时候看到爷爷给姐姐擦身子，辉宝就躲在后面，前一秒还一脸阴森阴险的表情，打算对爷爷痛下杀手的样子。被爷爷发现后又一副无辜求饶的模样。接着辉宝被爷爷背在了背上，辉宝又成了一脸的不知所措。再小一点时，辉宝面对着爷爷往自己身上涂妈妈的青团，姨姨们从一只小熊身上看到了震惊的表情。之后辉宝在看到爷爷给姐姐喂奶时，急切地拍打着爷爷的肩膀，就差要开口说话。当爷爷喂完姐姐，给自己吃上瓶奶，辉宝一秒就安静了下来。本就一副大聪明的样子，再加上遗传了他老爸的搞笑基因，没事儿就挂在门上荡秋千，这更是加固了大聪明的称号。再加上辉宝常常被姐姐欺负，这让辉宝的搞笑基础上又多了一丝惨样。他的老爸乐宝也算是过尽人了，甚至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了。